这是幼年哥斯拉第一次来到陆地时的样子。别看他连走路都费劲，甚至还有点不太聪明，却让整个岛国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。就在刚刚，东京湾的海面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海底隧道轰然坍塌，大量红色液体涌入隧道，导致无数车辆被困其中。为了搞清楚事故原因和制定救援方案，日本政府立刻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。从现场传回来的画面可以看到，事发地仍有大量水蒸气不断冒出，周围的海水呈红色，看上去很像是海底火山爆发。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，因为有市民拍到了一个疑似巨型生物的尾巴。小帅猜测海底很可能存在一种未知的巨型生物，可现场却有人站出来反对，毕竟蒸汽代表海水已经沸腾，怎么可能有生物能耐得住100度的高温？此时事发地已经慢慢归于平静，大家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只有小帅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不料就在他们争执不休时，一条巨大的尾巴浮出水面，视频很快被传到了会议室，高层们瞬间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事情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，眼下的首要任务是搞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再制定相应的对策。于是他们马上就召集了生物专家，可生物专家们还没赶到会议室，巨型生物却离开了原来的位置，而目的地正是人口密集的城市。很快3名看起来不太聪明的专家赶了过来，然而经过他们的讨论，却给出了一些完全没用的结论。总之就是一句话，他们也不知道那玩意是啥。与此同时，巨型生物已经顺着河道进入了城市，他可能觉得河道有些堵塞，于是便贴心的帮忙免费清理。此时会议室里的首相已经急得焦头烂额，他表示现在不管是谁，也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，只要能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麻烦，立刻把他叫到会议室。于是一个在环境部工作的小职员马上就被小帅调到了会议室。在看完巨型生物的视频后，他表示该生物的移动方式很像蛇，因为有鳃所以能在水里生存，同时它也有脚不排除登上陆地的可能，但专家们却持反对意见。在高层们的煽风点火下，首相决定再相信专家一次。为了避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，他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安慰大家巨大不明生物绝对不会登陆。没想到话音刚落，就收到了巨型生物已经出现在岸上的消息。首相气得脸都绿了，小哥斯拉大摇大摆地走在了大街上，吓得市民们慌忙逃窜。只可惜幼年哥斯拉移动速度太慢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，不过沿途的建筑物倒是没少被破坏，一瞬间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而哥斯拉似乎不会脑筋急转弯，只知道一股脑的直线行走，凡是挡在面前的建筑都逃不过他的暴力拆迁，有的人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掩埋在废墟之下。按照这个速度破坏下去，整个东京都会被夷为平地。于是在高层们的建议下，首相迫于无奈只能下令出动自卫队消灭怪物。随着4架直升机开始行动，大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此时哥斯拉突然停止了行动，他努力抬起身体，伴随着身体出现诡异的变化，哥斯拉站了起来，身体上还长出了2只前足，很明显他进化了，总算可以更加方便的搞破坏。只是刚学会走路，速度还有些缓慢。这时直升机终于赶到了现场，可就在他们准备发起攻击时，却发现2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出现在了攻击范围之内。首相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还是决定停止攻击，把民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。而哥斯拉则一脸懵逼地看着他们离开，接着又看了看自己发红的后背，看来是身体出现了异常。哥斯拉有些不甘地调转方向，径直朝海边飞速离去，最终消失在了东京湾海域。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总算得到了片刻的安宁。只是没想到短短2个小时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。接着在进行灾难救援工作的同时，日本海军也是开始搜寻怪物的下落，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为了防止怪物再次登陆，日本政府一边在重要区域建立了防御工事，一边专门成立了一个巨大不明生物综合对策的作战部。新成立的部门由小帅带队，这里没有纸上谈兵的专家，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政客，只有各个部门最优秀的底层员工，他们不受等级和资历的影响，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。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怪物从出现到登陆城市期间就进行了3次进化，并不排除它会继续进化的可能。可它的能量到底来自哪里？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，那就是怪物的能量来自于核裂变。没想到的确在灾难现场检测到了核辐射，而且只要是怪物途径的地方都检测到了大量的核辐射。这件事情很快就惊动了美国，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麻烦，美国还派来了1名美女特使，他们给怪物取了一个名字叫哥斯拉。哥斯拉的意思是天神的化身，代表崇尚暴力的天神。除此之外，美女特使还带来了美国能源部的最新调查结果。资料显示，哥斯拉原本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，可因为日本随意往海里丢弃核废料，这才导致它发生了变异。以上就是美国目前已知的所有情报。随后通过对哥斯拉遗留在现场的红色液体样本分析后，也进一步证实哥斯拉就是变异而来的产物，因为它体内的基因竟然是人类的8倍，而且还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元素。至于哥斯拉为什么会突然回到海里，很可能是因为它体内存在类似于核反应的东西，由于快速变异导致体温急剧升高，无法及时散热，所以回到水里就是为了调节过热的体温。由此众人想到了一个可以阻止哥斯拉的办法，那就是使用凝血剂对它进行冷冻。这个办法虽然不一定能杀死哥斯拉，但一定能够限制它的行动。经历了几天高强度的工作，小帅已经累到不行，刚准备在办公室里眯一会，却收到了哥斯拉再次登陆城市的消息。
此时哥斯拉已经进化到了第4形态，不仅身体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身高更是增加到了原来的2倍，庞大的身躯每踏出一步都能引发一次小型地震。但这一次哥斯拉登陆跟上次有所不同，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搞破坏，而是有自己的目的。它的目标很可能是核电站。显然以核辐射为食的哥斯拉想要补充更多的核能，如果核电站遭到破坏，将会引发更加可怕的灾难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日本高层只能再次向首相提议，对哥斯拉展开攻击。在确定小帅的冷冻计划暂时还未准备完成后，首相也是再次下达了攻击的命令。很快，战斗机和直升机纷纷从基地起飞，几十辆坦克也迅速到达指定位置，做好了随时攻击的准备。哥斯拉也很委屈，自己只是出来吃个饭，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？随着将军下达攻击命令，武装直升机率先进行了攻击，然而从头到尾足足射出了1万多发子弹，哥斯拉依旧毫发无伤。意识到普通武器无法消灭哥斯拉，但没想到导弹也只不过是刮痧而已，哥斯拉仍旧坚挺地往前移动。大家看到这一幕瞬间就慌了，直接命令坦克也加入战斗，配合直升机全力输出。然而雨点般的导弹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最后他们只能出动战斗机，使用威力更大的炸弹对哥斯拉展开空袭。剧烈的爆炸过后，所有人都兴奋不已，以为哥斯拉已经被解决，谁知烟雾还没散去，被炸毁的大桥残骸便飞了出来，直接重创了地面的坦克部队。剩下的坦克抱头鼠窜，哥斯拉突破了防线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，哥斯拉还在城市中为所欲为。为了防止更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，日本政府只得向美方请求支援。而美军其实早就已经派出了 B2 轰炸机，只是他们想要轰炸的范围确实有点大，简直比哥斯拉还要乱来，完全没有把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考虑在内。而首相所处的官邸刚好在哥斯拉的前进路线上，考虑到美军很可能也无法消灭哥斯拉，首相和众高层们只能乘坐直升机撤离，小帅的作战部也必须马上搬离。眼看距离轰炸时间越来越近，小帅当即决定进入地下室进行躲避。没想到他们刚走下车，美军就提前展开了攻击。因为被弄疼的哥斯拉彻底愤怒，他的身体再次发生了进化。就在大家不明所以时，哥斯拉张开嘴巴，熊熊大火一瞬间就吞噬整个街区。哥斯拉继续发力，将火焰压缩到极限，一抬头就直接干掉了头顶的轰炸机。而美军却很不服气，剩余2架轰炸机再次向哥斯拉投放了钻地弹。殊不知哥斯拉早已看穿一切，他利用背脊发射出无数道射线，不仅拦截了掉落的钻地弹，还顺便把2架轰炸机也一并摧毁。难解心头之恨的哥斯拉立刻又从口中吐出射线，开始疯狂扫射。这一下直接横扫了半个东京，首相一行人还没有逃离就被袭来的射线瞬间超度。看到整个东京都陷入火海，哥斯拉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随意丢弃核废料的岛国终于自食其果，但哥斯拉也因为消耗了太多能量，站在原地进入了休眠状态。此次袭击不仅造成了无数建筑被毁和数十万人死亡，灾难现场更是留下了大量的核辐射。捡回1条命的其他官员也是迅速展开了救援工作，立马提拔了一位资历较老的官员当首相。美方也是派出了几名专家来帮助他们一起研究对策。趁哥斯拉睡觉的间隙，他们悄悄潜入现场，提取了哥斯拉被炸掉的身体组织。经过研究发现，哥斯拉的个体细胞增殖迅速，很可能还会继续进化，说不定最终会进化出翅膀，从而入侵其他国家。而且根据哥斯拉的能量恢复情况，再过15天它就会满血复活。得出这个结论后，美方的专家瞬间就慌了。为了防止哥斯拉飞到北美，他们打算直接使用核武器，让岛国再次遭受核弹的洗礼。对于这个计划，日方打心底是拒绝的，不想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但迫于美方的压力，首相也只能选择同意，毕竟目前也没有其他办法。很快，疏散轰炸区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。然而小帅依然不愿意认清现实，因为他还想尝试他的冷冻计划。日本国已经经不住第3颗核弹的打击了。从哥斯拉巨大的体型，他们计算出冷冻计划至少需要几十吨的凝血剂，没有首相的支持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。于是小帅只能通过直属上级向首相请求签署冷冻作战计划的同意书。既然在投放之前还有更好的办法，首相当然会选择尝试。此时距离投放核弹只剩下3天的时间，岛国的各大工厂纷纷投入生产，很快几十吨的凝血剂便提前准备完毕。同时小帅组建了一支敢死队，经过一番疯狂洗脑之后，对哥斯拉的冷冻计划也随即开始。该计划一共分为5个步骤。第一步是佯攻，使用携带炸弹的列车进行自杀式袭击，先让哥斯拉从睡梦中清醒。第二步是展开空袭，使用无人机向哥斯拉投放炸弹，从而消耗它体内的能量，直到第4波无人机出动，哥斯拉体内的能量这才开始减少，只能开启节能模式。看来哥斯拉也不算太傻。而接下来就是第3步定点爆破，炸毁周围的建筑砸向哥斯拉，以此来限制它的行动。紧接着就是第4步，为了防止哥斯拉挣脱束缚，美军从海上发射巡航导弹，炸毁更多的高楼大厦，死将哥斯拉压在废墟之下。而计划也进入了最终阶段，第一批敢死队闪亮登场，推土机、起重机直接开到哥斯拉的脸上，把管道伸进他的嘴里，强行给他灌入凝血剂。或许是察觉到了危险，一发放热射线喷涌而出，直接团灭了第一批敢死队。哥斯拉趁机从废墟中站了起来，
可速度却变得非常缓慢。凝血剂起到了作用，但数量还远远不够。于是他们又立刻启动了应急方案，一次性将剩余的列车全部撞向哥斯拉。哥斯拉承受不住倒了下去，剩下的敢死队全部一起上。顷刻间，早已等候多时的起重机开始全力输送凝血剂，奄奄一息的哥斯拉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。然而，就在凝血剂达到100%时，垂死挣扎的哥斯拉却再一次站了起来，但体内的凝血剂很快发挥了作用，可怜的哥斯拉最终变成了冰雕，就这样矗立在东京的市中心，宛如一座巨大的雕像。冷冻计划非常顺利，日本国避免了被毁灭的命运，但事情却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他们只是得到了暂时的喘息，因为凝血剂并不能彻底杀死哥斯拉，哥斯拉还会继续进化，等到岛国重建完毕，它就会以更恐怖的姿态再次踏平东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